我们现在是要去常熟这边一个叫做琴的老师傅这边。做琴的话，这边那个叫捉琴，就捉到的那个捉到一样的。是夏有红老师啊。对，好了。对，我离张刚刚过来的。哦，是知道了。对，过来。我们来拜访一下你。可以。对。然后请。请。对。夏有红老师的。对。那好。对。这个是那个2个人。是我们2个人。对。好，蛮好。因为我们是就自己做一些节目啊这种，然后到时候会发出来。好呀。原生我里想下载来的，因为叫7万人高。对。我们原先打算下午来拜访谢师傅，早上联系的时候，他正好有空，我们就赶紧从张家港出发，赶赴常熟鱼山脚下他的斫琴工作室。斫琴是制作古琴之工艺，吴语中这个字念做琴。常熟古称琴川，因为常熟城内有7条穿街过巷的小河，恰似古琴的7根琴弦。巧的是，常熟不仅叫琴川，还有古琴鱼山畔。这个木头啥木头？这个。对。桐木，对。对。鱼山畔由明代常熟人严澄所创。严澄字道彻，号天池。用谢红玉老师的话说，他是鱼山琴派的老祖宗。讲常熟来。分开分，我听得懂的。我是讲个钢音手，张个钢音，但是我是讲钢音手，钢音东山的，还长得差不多的。根本不是你要变成。啊，我好翻译个字，讲字幕。对，按照自家来个这个周琴的最关键啊，最关键是先料啊。比如讲一根料头，是吧？像你一根料头啊，那么再补多块1块头啊，然后给走出来个琴，其实比较好的，啊，比较好。当然，让它去走的过程当中，还有变音啊，变音是。每张琴就有变音，包括现在个故宫里向的唐代个搿是变音。但唐代搿只琴呢，经过几千年个风化以后啦，搿开始古琴个这声音搿出来者，正所谓老法代人讲的老梁山日，是吧？这声音是吧？世界呢可以精神能够心打拼是听的人呢。感觉已经进入就是一个音乐个空间里，是吧？所以周琴呢，一定要选择材料，材料选择呢很重要。一个最关键的，手中这个周琴10几年来个这个叫经验的材料相当重要这个是啥木料？这个是猴桐木啊。这是合桐木啊，梧桐就是梧桐。好桐。然后呢，你做了以后呢，先要这里全部要挖清伤啊，全部要用手工的开挖掘。这是为叫啥？斫琴，这是斫。做到个做一样的。就是给金帮上头边帮一个金。对。就是要看。是那本龙针这一页给木头松出来，松出来以后，大部分辰光搿个只声音开始出来了。但是机器这个是这样的，一定要震动，负担浪带素质。对，所以倒是一定要用手工来的。在那个烤个过程当中，我这产生了变化。让它最好也要并好。这个5张琴基本上啊，刚刚来好从里向个挖掘个腹腔到里向个档木，全部用手工来走成的。就是现在还不适合了，还要进一步个那个来光光程度一定要到位，
然后呢再拿2块正印拼起来，然后拼个构上当中，那还要当心从里向、从里块要保平，还有底板要保平啊。一个抽上我等于磨这样，还要研究一个叫拐角啊，拐角，变山啊，成楼，很多是吧？给还有一个是地里向，还有这个叫护枕啊，燕轴，很多的啊。你这呢就是佛系款，这一套是佛系款啊，佛系啊，佛系啊，这是佛系款啊，佛系。还有呢，最早的是那个那边是那个中医款，孔子的，孔子他有72个弟子，他是中医啊，对，最早的是还有神农，是吧？神农氏，神农，这个是呢，经常要开拜的，这个方口的夏天啊，叫吃咖喱啊，经常要开拜嘛，要公益活动。这个房子呢，我们市政府给我们在这里展示啊，市政府给我们来展示啊，这个叫开拜。那么每年都要向观众啊来开拜啊，让因为我们移山芹菜呢是比较有名气的，对，而且古芹呢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现在呢，驻芹的人相当少，基本上这个老年人不住呢，以后住的人就少了。这个啊，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是我们的祖先秦中年天池先师之位，他是我们移山芹派的老祖宗，移山芹派的祖宗就是我们的年天池先师啊。他这个呢，那个牌位，他呢天天是我相会。这个上面呢也是胡景烈啊，他是近代的，他也是我们这个那个年天池这里胡景烈，他是把那个古琴呢在那个教科书上有过书啊，他弹的琴特别好啊，长移山湖派。芹台一代宗师啊，胡景烈，他在北京，也是我们常熟人啊。搿么呢，搿个谢师傅呢也是女山派的。移山芹派呢，他是那个移山芹派啊，呢，他是弹琴的，我是筑琴的。啊，因为我填空了整个这个叫筑琴的空白，啊，筑琴的空白，我填空了筑琴的空白。移山芹派的那个理事马老师呢，我是弹琴，正是为60岁我当家。那么这样子呢，你听得出声音在，音色好哇。个辽代是吧？那么开始周琴对我弹着琴以后呢有帮助，是吧？那么我现在呢也稍微可以弹，有许多很多人叫我开讲解或者啥，是吧？电视台嘛来采访，啊，所以我们经常要出去演奏，有时候还要加入筑琴，是吧？一种技术，一种手艺，一种巧艺，啊。所以，稍微弹。那从小辰光开始就是做那个古琴的。
啊，对，这个呢，那个十几年前吧，17年，大概在10年的样子，搿时辰光年纪多少大子？将要退休吧，大概57、8岁吧。对，搿原来能做啥搿个？以前也是我木匠，那我是常州第一个做红木的，常州第一个做红木厂的，开红木厂的私人企业。对，搿天下，那么有这类的经验，嘛，特别是对木料、木材了有新的认识。我们国家有南北之材，是吧？南面有材料，什么材料？北面有什么材料？东北嘛，比如像松木啊，比较多了，白松、红松啊，还有进口的，包括俄罗斯的、美国的，啊，东南亚的。很多材料我都经手过、做过，那个知道它的木头的一种性格，植物跟人一样，它都有性格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积累了很多，所以在奏琴方面呢，给到本位者就是搿种经验了，是让奏琴上去呢，你可以加起来开玩。你这个琴呢，走了很多啊！我告诉你，这是呢，这张琴是金丝楠木琴，这张琴，已经写料很难的，因为它金丝楠木呢，它没有一个结巴，就像一个人的面孔一样，它没有结巴，纹路清晰，纹路清晰的琴做出来，它的声音就好，介绍一下。这是百纳琴，这个呢，我们国家最名贵的那个材料，这个是红豆杉，这个是老的金丝楠木，拼接起来的，是百纳，百纳琴，就是一个要体现出手工拼接的到位，它同样可以发出来很好的声音，还有，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金头的，这是金头的，也檀香木，我们把它做成了传统的一种竹机。许多我们在那个广交会的时候，许多人看了这个做出来的琴，他还正儿八经的给人家一种艺术感，它是艺术感，这是红豆杉，还有很多的，有老红木，有鸡翅楠木。还有很多材料，有几十种这个材料组成的琴。每次在转销会，比如讲广交会还有是那个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我们打了包以后，准备10号到上海国际乐器博览会的，我们去那个是趁早了互相交流。不断的学习经验。对。葛么像搿个古琴，制作个工艺介绍，一共大概有多少步骤？我晓得。制作的工艺从写料开始，写料再把它放样，写料以后放样以后。再根据的长度、宽度和那个厚度，然后你该做什么款式，譬如讲有复系款、中级款，还有很多神龙款等等，就是看你怎么写。写料很重要的，刚才我说过了，一个写料，在过程当中，挖掘打过程当中，它材料它也有脾气的。
啊，我们的材料以前做出来的琴基本上就没用的，为什么？你不懂它的构成。当时有一批琴，我们刚刚做的时候，一批琴，很认真的，但是你不懂它的性格，最后那批琴基本上大部分就废了。后来呢，把那个材料呢，把水里煮了要1个星期，1个星期以后呢，不断的把水换来换去，然后再把它阴干，一定要把这阴面的风干以后，才2年以后再拿出来开始挖的时候还要当心，看看它时刻它就要变样，变样，一变样你根木头就撂掉了。所以人工呢是很大的，并不是单你挖掘好了就一张琴就成功了，不成功的。一张琴我们要做5、6年、7、8年，甚至10来年。所以纯正手工，特别在挖木工好了以后还要油漆，油漆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层灰胎。什么叫灰胎呢？就灰胎就是瓦灰，我们做的那个房子的上面的瓦，打成了粉，有中粗细，还有一种鹿角上鹿的那个角打成的一种，那个像粉尘跟米粒头大小的一层，跟两种混起来，再加上生漆，我们讲大漆了，北方人讲大漆，我们讲生漆，然后把它弄了。第一层，要在那个2个毫米，是吧？第2层、第3层，一张琴油漆的时候要几十层，最后一张琴真不容易，还要看它要不要变形，一旦变形，你这张琴就报废了，所以我们的手工传承了工艺呢，人工比较大，那你觉得你在做这个古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技？没什么独门绝技，讲没有什么大的那个独门绝技。一般手艺人基本上都会懂，但是呢，他有一点，这个手艺人都会做，但是他要听音，这个难度高了，还有弹琴，那个一定要把它学会，还要这个构成。你做这个琴，不是你1年、2年、3年、4年就可以到收回成本的，没这个。不像家具，今天我做了，明天油漆好了就可以卖出去了。这个琴很长的，在这个投资方面要长期的思想准备，是吧？你说不定你做了5、6年、7、8年以后，你再拿前面做的琴慢慢转过来，老师认可了你的琴，那是慢慢开始推销你这个琴。生活基本上正儿八经做好的琴不多的，现在社会上比较乱，有的是不是生漆就用花油漆，是吧？有的是我们是以生琴本打这个牌子的，是吧？那您接下来就是对自己的就未来做琴的这个事业这块有什么自己的期望吗？我们呢本身呢有着希望有没有想学的，是吧？不管你年纪多少但是人家来了学了几天就走了，太苦了你特别是那个油漆，是吧？那个木工你要挖，你要手工做也要太苦了，所以来了一段时间来了几天，日琴刚刚来的时候日琴高涨我来嘣跟你好几天以后就走了，所以很快那个有市场但是我们尽量嘛，它不要慢慢不要收成太快政府呢也希望政府呢也重视这个传统工艺一旦没有了呢，再接起来呢比较难。那这个也是您希望对后辈说的这些话的吗？对我们呢老了嘛，对吧？各方面就什么都不行了。一般来说的售价大概是怎么样的？古琴呢，它是一琴一架，古琴它不谈是一架琴一张琴，古琴讲一长琴。什么长呢？就是一张长的长，我们说的长，一长琴
是吧？琴棋生活当中，琴最主要的，是吧？那么你说古琴多少钱一张？那么第一，我们根据我们的成本，是吧？成本，关键是听它声音好就是好琴，好琴就是好价钱，所以没有什么价的，啊，譬如说我这张琴我感觉蛮好，古琴呢又不一样，跟其他商品不一样，什么呢？你喜欢高音，他喜欢中音，所以古琴呢弹出来的声音，每张琴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啊，所以看每个人的听觉怎么样，有的人喜欢这张，有的人喜欢那个，还有古琴有10几种款，啊，看人家喜欢的，所以现在嘛，像我们就慢慢希望能够找有学生来，或者是带过部徒弟，是吧？那么让他们传承下去吧。那像这个叫丝弦还叫什么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琴？这个古琴呢，它有弦，这个弦呢，古时候呢它是丝弦，用绳丝做出来的，它那个古时候呢，它没有钢弦，那个现在呢丝弦也有，但是现在的人节奏比较快，那这个丝弦呢，抬的人呢，抬，它丝弦松了，要去调，一敲稍微长一点的曲子，它要调一下，影响整个要影响这个台的构成当中有所影响。现在呢，钢弦呢，它是不要你，基本上你调整了以后不动了，刚刚上去以后，它有点动，收缩嘛。现在弄了一段时间，它就不收缩了。但是丝弦呢，价钱很贵的，是吧？我们在那个丝弦有1000多块，像那个钢弦呢，它便宜点，现在的人呢喜欢钢弦的比较多，当然丝弦也有。方便问一下，就是您这边最贵的琴大概一把多少钱？我们有10几年之前做的琴呢，现在市场价有5、6万、7、8万，但是正儿八经请的琴还是比较少，我们一般在这个2、3万1、2万比较多的，所以现在也要根据行情来呀，也要根据行情做生意呀。那像现在就是这种学古琴的人多吗？我们常说蛮多的，对，因为我们是宜山琴派的发源地嘛。对，因为常熟有一个名字叫晴川，就七溪流水接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还有一个是6沿河，还有7弦河。古代的时候有7根弦，7条河流，还有6条河流，在我们那边小桥流水，它都是小的石桥，常熟历史比较久远，对，那么文化底蕴也比较好，都比我们旁边的几个县级城市都好，那么它文化底蕴比较好，佛教什么都比较，常熟人呢，这个风水宝地，对，就长来长熟，还有一个叫世上湖山，天下常熟。